一桩神秘的矿工惨案居然埋藏在古登堡黑暗阴森的矿井深处，而附近还盘踞着那些本不属于人间的诡异生物。怪物还会袭击我吗？那名矿工全身布满了撕裂伤口，那在他惨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今天就请大家紧跟 Gavin 的镜头，再次回到矿洞深处，一起还原案发经过，共同揭开那诡异生物的真实面孔，以及挖掘潜藏在神秘案件背后的深刻隐喻和设计哲学。起初这座院落并不起眼，可当你靠近那扇镶着金色格纹的黑色铁门时，一种诡异的违和感瞬间袭来。那座豪华铁门与这普通院落显然有些格格不入。如果你此时打开地图，就会发现这处院落正位于古登堡西南城郊地带。当我们敲开金属门，穿过庭院进入仓库，透过昏暗的光线，仓库里竟然还藏着一处矿井入口。太奇怪了，居然还把矿井锁了起来，这里头一定有秘密。随着镜头，我们爬下矿井，顺着向前延伸的巷道来到第二个岔路口，并左转。开篇那个透着昏暗火光的神秘矿洞正位于巷道尽头，可惜入口早已被坍塌的承重木挡住了去路，似乎无法深入探索内部。不过透过游戏摄影镜头，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到矿洞内部的现场细节。靠近洞口附近的岩石高台上横躺着一具矿工尸体，旁边是一只倒下的火把。靠着火把光亮凑近仔细观察，只见尸体腹部朝下，全身几乎布满了长约10到20公分的深层撕裂伤。腹部侧面的深切创已经暴露出死者内部肌肉和器官组织，而矿工脸部的3处纵向的撕裂伤更显得尤为触目惊心。当时的我的确被尸体的惨状吓了一跳，这绝对不是人类攻击所能具有的破坏力，看着更像是被某种生物的利爪野蛮刨猎造成的。除了棕熊或者灰狼等大型猛兽拥有这等惊人撕裂力量外，恐怕也只有老鹰能让尸体留下如此骇人的痕迹。可这儿离城镇这么近，又是一片没有树林的开阔地，怎么可能有猛兽出没？况且老鹰又怎么会突然飞到矿洞深处来专门猎杀一名矿工呢？那到底是谁，或者说是什么干的？正当你在脑子里疯狂分析和排查各种可能时，视角的余光中似乎有东西在晃动。转过视线，只见不远处的矿洞低地正有几只诡异的生物在缓缓移动。昏暗中你只能看见这些生物体型娇小，第一眼感觉像是侏罗纪时期迷你版的蛇颈龙，还一直在一个水洼里来回游弋。可它们似乎并不想攻击你，火光晃动中，你甚至好像还感觉到它们在暗中打量着你。为了看得更加清楚，你强制调高游戏亮度，眼前的诡异生物的全貌才得以看清。这些东西长着长长的脖子，流线型的身体，身下长着2只脚，似乎有着和禽类一样的身形，背上好像还有对翅膀，但却长了一颗没有鸟喙的扁平楔形脑袋。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等等，旁边的矿工难道是被这些东西杀死的吗？不对啊，体型差距如此悬殊，他们怎么可能杀死一个成年人呢？不管怎么看，这眼前的一切都充满了某种强烈的荒诞和诡异。这些怪异生物既不是家禽，也更不是体型庞大的蛇颈龙，难道是蛇颈龙的幼崽？可在游戏里如此写实的中世纪世界，怎么会出现恐龙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你试着用刀剑拨开障碍，却无法伤及分毫。你掏出弓弩，尝试能否射杀眼前怪物，却因为木桩隔挡或光线距离，根本无法瞄准射击。或者
有想设法从其他矿洞进入神秘矿洞内部，绕了大半天，却发现根本没有其他矿洞通向这里。这怎么搞？制作组不可能随随便便放这么一个东西在这儿，不行，得想办法弄清楚这里边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此时你突然灵机一动，要不试试扔石子呢？看看砸中怪物会发生什么。于是你猫着腰挪到障碍豁口处，瞄准那水中的怪物，扔出了一枚小石子儿。什么？被击中的怪物竟然在一道亮红色的血雾中变成了一只死鸡？不是，这也太搞笑了吧！这些东西难道是鸡变的吗？好奇怪啊！这几只怪物长着蛇类一样的楔形脑袋，身体却像禽类，而死后又变成了一只鸡。难不成是鸡蛇结合怪吗？真有传说中的这种奇葩生物吗？根据手头的这些线索，我尝试在网上搜寻答案，经过多方搜索，最后还真的找到了。一份最早的记录显示呢，在17世纪，意大利博学者 Fortunio Ligeti 的著作中，引用了他的女仆 Julia 的陈述。他声称亲眼见过一只母鸡与毒蛇结合，而那只母鸡产下的蛋，最后竟然孵出了一条小蛇。而近代也有诸多关于这种鸡蛇怪更为详细的记载。一份出版于1881年的美国华盛顿国家论坛报曾刊登了一则名为 A Snake Rooster Story 的奇闻报道，讲述了新泽西一名农夫的母鸡与水蛇共同孵化出蛇头鸡身的怪物。这只拥有水蛇脑袋和公鸡身体的怪物极具攻击性，在诞生之后就杀死了所有的小鸡兄妹。而在传说中，这种鸡蛇怪目光如剑，其他生物只要与其对视就会被瞬间杀死。虽然传说中有的鸡蛇怪是鸡头蛇身，外形与游戏矿洞中的怪物也不尽相同，但不管怎么说，二者都是鸡和蛇的混合体，而且都拥有翅膀，应该只是游戏的视觉重构，或者只是鸡蛇怪传说在不同地域文化里的不同变体而已。那么根据了解到的这些信息，矿工的离奇死因也似乎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根据传说中鸡蛇怪的狩猎方式，我们至少可以推测，矿工应该是在和鸡蛇怪对视后被立即杀死，而死后尸体又被鸡蛇怪们的利爪共同撕裂并吞噬。好吧，这名矿工的悲惨遭遇的确很令人同情。可是惨死的矿工与鸡蛇怪，不管从哪种角度看，都显得极为怪异。为什么制作组要在如此隐秘的银矿矿洞里放这么一个诡异彩蛋？它背后究竟在暗示什么？而这不得不让人再次联想起苦藤堡因为银矿的无序开采而导致的生态危机。不管是城市附近被污染的河流，还是上期影片中提到的饮水危机，都是游戏对于人性贪婪与自私的具象化映射。而银矿深处出现的鸡蛇怪，正是因人类破坏生态环境所导致的畸变象征。人类总是通过不断的牺牲环境来满足自身那无止境的贪欲，而鸡蛇怪对矿工的残酷虐杀，也许正是自然之母对人性的无尽贪婪和自私的愤怒与惩戒。此外，更令人讽刺的是，那些原本为开采银矿而开凿的矿洞，后来却变成了走私者与小偷藏匿赃物的理想之地。曾经象征着财富与荣耀的地下世界，最终却沦为滋生罪恶与腐败的温床，着实也令人唏嘘。而当我们从背后隐喻再回到游戏本身，从游戏设计的角度看，矿洞深处的鸡蛇怪对我们玩家的游戏体验而言，除了又多了一个彩蛋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能让我们更好的体验和理解游戏吗？答案是当然可以。其实在游戏设计领域里，有个叫远山理论的概念，它讲的是一般在游戏中，游戏设计者会通过书籍、卷轴、笔记、纸条等文字内容来描绘一个游戏世界远方的故事或传说，从而增强游戏世界观和叙事的纵深感。简单来说，就是让玩家在想象中觉得游戏世界更大更广阔，从而引导玩家不断探索，但玩家始终无法完整游玩和体验这些故事，
因为它们只是提供一种背景传说，就如同游客眼中遥远的群山一样无法触及。而实际上，远山并不一定非得藏在文本里，它同样也可以是一种体验层的留白。所以矿洞深处的鸡蛇怪不只是一个彩蛋，它也是远山的具象。因为通过它，我们可以感知到，在这个极度写实有逻辑严谨的中世纪世界，并不只有眼前的理性与真实，还有那未尽的传说、恐惧和荒诞。而这反过来也增加了游戏世界的生命感和玩家的探索欲，就如同《荒野大镖客》中西部荒原里的幽灵列车，它会让玩家感觉到，在这个看似充满写实风格的美国西部世界，却也有着我们无法掌控的时间、记忆与死亡。又或者 GTA 中著名的 UFO 与外星人彩蛋，同样会让我们意识到，那座充满黑色幽默与荒诞讽刺的罪恶都市之上，也有着某种超越人类理性、冷眼旁观众生的超级存在。而这些表面看似无厘头的游戏彩蛋，其实也充当着游戏世界观的纵深补丁，因为它们的存在会让游戏的世界变得更加立体和真实。正如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不也充满了无数的虚妄和荒诞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哦。我是 Gavin， 我们下期见。